2023年，女子体检时被60岁男医生猥亵，报警后成功破案。2023年5月，黄女士前往医院做一次简单的体检，这次体检是新工作入职前所必要的。当她推开医院的诊室门，紧张地扫了一眼房间，里面坐着的是一位看起来严肃的老医生。检查开始了，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老医生说，我需要对你的乳腺进行详细检查，请脱掉上衣。黄女士顿了一下，心中涌起一阵不安，这是必要的吗？老医生没有直视她的眼睛，只是冷冷的回答，这是标准程序。黄女士脱下了上衣，但心里却越来越不对劲，这真的只是个简单的体检吗？黄女士的医院体检经历。黄女士，一位刚刚大学毕业，怀揣着新的职业梦想的年轻女性，在这年夏天的一天被分配到了一项任务。为了即将开始的工作，她需要在本地的3甲医院完成一次全面的体检，并办理健康证。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进入职场的一个重要步骤。2023年5月，黄女士独自一人前往医院，她的男朋友曾经提出要陪她一起去，但她婉拒了，认为自己应该独立处理这些事务。她对男朋友说，这点小事我应该可以自己处理，很快就回来。于是她带着必须的文件，单独前往医院。抵达医院后，黄女士依照流程先进行了血压和视力的检查，一切都非常顺利，她的步伐轻快，心情也很好，因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到了下午，黄女士按计划进行最后一项检查——乳腺检查。这时，她被告知下一项检查的地点，便向指定的诊室走去。当她推开诊室的门时，看到的是一位看起来相当年长的医生。医生看起来至少有60岁，神情严肃，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医生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杨医生，负责你的乳腺检查。接着，他示意黄女士进来并关上了门。黄女士依照杨医生的指示，脱下了外套，只穿了一件轻薄的衬衫。杨医生开始了初步的触诊检查，他的动作仔细而专业。之后，杨医生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他说，你的乳腺似乎有些异常，我需要你脱掉上衣，进行更详细的检查。虽然黄女士内心有些紧张，但她仍然遵从医生的指示，脱下了上衣，留下胸罩。杨医生却表示不够，说，为了更精确的检查，你需要将胸罩也脱掉。黄女士此时感到非常不安，但考虑到这是一家正规的医院，她依然选择信任专业。黄女士脱掉胸罩后，按照杨医生的指示等待进一步的检查。杨医生开始检查时，突然没有戴手套，就直接用手触摸了她的胸部。随后更出格的行为发生了，他竟然开始用嘴对她的胸部进行吸吮。这种行为让黄女士感到极大的恐惧和羞愧，她立刻用力推开了杨医生，几乎是尖叫出声。杨医生被推开后，面无表情地整理了下衣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冷静地说，检查完成了，你可以穿好衣服离开。黄女士急忙穿好衣服，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解，她匆忙离开了诊室。一路上，她的心情极为复杂，直到她拿出手机搜索相关的医疗信息，她才发现自己被严重侵犯了。这时，她决定报警，将这个行为告知警方。法律的裁决与社会的反响。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展开了调查。面对警察的审问，杨医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常的医疗检查，直到警方通过从黄女士身上提取到与杨医生相匹配的 DNA 后，杨医生的否认不再站得住脚。面对这样确凿的证据，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杨医生5天的行政拘留处罚。这一处罚虽然迅速执行，但还是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针对这样的性骚扰行为，仅仅5天的拘留显得过于轻微。大家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处罚的力度上。许多人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当前量刑不足的担忧，认为这样的处罚无法有效地防止未来的类似事件。此外，医院方面对此事件的处理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杨医生的行为被揭露后，医院立即采取了行动，解除了他的职务。医院的这一决定虽然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但也有声音指出，医院应该对其员工进行更为严格的培训和教育，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在此背景下，加强对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监管和教育，以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成为了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医疗行为中的隐私与法律标准。在医疗实践中，尊重患者的隐私和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要求。黄女士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涉及敏感的身体检查时，必须遵循严格的医疗标准和法律规定，以保护患者不受侵犯。医疗检查中的基本规范强调，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体检查时，医生都应当明确告知患者检查的必要性和过程，尤其是在进行涉及隐私部位的检查时。此外，医生应该在患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检查，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由患者指定的同性医务人员执行或至少在场监督。女性在接受检查时，男医生必须有女护士陪同的规定，是为了确保患者的安全感和避免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这一规定不仅保护患者，也保护医生免受误解或错误指控的风险。患者的知情权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每位患者都有权了解即将进行的医疗操作的详细信息，包括操作的目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这种透明度是医患信任的基石。使用适当的医疗器械和防护措施，如手套、口罩等，在进行身体检查时尤为重要。这些措施可以防止感染的传播，同时也是医生职业行为规范的一部分。患者的拒绝权。在任何时候，患者都有权拒绝医生的检查，尤其是当患者感觉不舒服或不安全时，医生应尊重患者的选择，寻找替代的检查方法或提供额外的信息来缓解患者的顾虑。遭遇不当行为时的应对措施，患者应当知晓如何在遭遇医疗过程中的不适当行为时保护自己。建议患者在感觉不适时立即表达出来，并请求停止检查。如果遭受了侵权，患者应立即向医院管理层举报，并考虑法律途径以维护自己的权利。黄女士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受害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整个医疗体系需要关注和改进的警示。通过加强医疗从业人员的法律和伦理教育，实施严格的监督机制，以及提升大家对医疗权利的认识，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安全、更尊重的医疗环境。结语：在黄女士的故事中，一个年轻女子不幸成为了医疗不当行为的受害者，但她的勇敢和决心揭露真相，最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法律的介入。杨医生的行为虽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却揭示了医疗体系中那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如何确保医疗过程的透明和安全，以及如何保护患者不受到身体和心理的侵犯。此案也引发了关于医疗和法律责任的深入讨论，显示了在维护医患关系中每个环节的重要性。从医院的监管、医生的职业操守到大家对自身权利的认知，最终黄女士的案例不仅是对那些在权威面前选择沉默的人的一种启示，也是对整个社会监督系统的一次警钟。